上一期视频中，我到了贵州思秉县的天坑村，在村中，我遇到了一个有着不幸遭遇的家庭，就是周阿姨家。起初，我并不打算发布这一期视频，虽然是随机遇到的情况，但还是担心有人会说这种视频是利用他人不幸的遭遇，在网上博取流量和同情，内心特别的纠结，要不要发。但又觉得周阿姨家的情况确实特殊，需要社会的关注和提供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和办法。老实说，我个人能力有限，但我有责任和义务向朋友们传达我见到的真实情况。也许集思广益，可以为他们家提供一些帮助和支持。周阿姨家的情况是这样的。上期视频我来到天坑村，来到周阿姨家，了解到她原本是重庆朝天门附近的人，近年来都没有回去过。具体情况大家可以去看上一期视频。在与周阿姨交谈过程中才得知，她之所以这么长时间没有回过重庆，是因为一直在家中照顾已经瘫痪在床21年的儿子。21年，当我听到这个数字，内心是很复杂的。周阿姨的儿子19岁去外地打工，颈椎被重伤导致瘫痪，也就是头部以下全身完全没有知觉，一切的生活起居都需要阿姨照顾。21年了，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也许只有伟大的母爱才能如此的坚持吧。当我看到阿姨儿子倒躺在床上，整个人的状态看起来非常好，头脑清晰，表达流畅，只是人不能动而已。虽然已瘫痪21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对未来、对人生是充满希望的。这都得益于周阿姨21年来无微不至的悉心照料。我也和他做了一些交流，得知当时受伤是因为重物压到颈椎，导致3、4、5节颈椎断裂，颈椎上的主神经也几乎全部断开。或许当时的医疗技术实在没有办法修复，最终导致瘫痪。我问他后来是否有再去医院检查过，都没有去过。阿姨曾经去医院咨询，但得到的回复是需要本人到医院才能诊断。2个老人哪有那能力把他背出大山去检查呢？也是有心无力，而且21年来，老人一直在家里务农，照顾儿子，没有时间外出赚钱，当然也就没有钱去医院看了。我又问他这种情况有没有好起来的先例，他说后来山区开通网络后，他也自己在网上查询，但没有见到过有治愈的先例。唯一的方法就是物理疗法，或许会有奇迹。不过需要购买昂贵的支架，且每天要有人辅助行走，还需要场地，但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父母已70来岁，哪里还扶得动他呢？到此为止呢，我没有再继续的聊下去，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该聊什么，看不得人间疾苦，但又无能为力。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我当时的心情，不管是跟周阿姨还是她儿子交流，我都不知道该安慰还是该鼓励。我只知道在他们的心中始终对未来是充满希望的，内心是阳光的。一位伟大的母亲，一个乐观向上的儿子，21年如一日，能让儿子有这么好的状态和健康的心情，母爱真的是太伟大了。我衷心的希望天也有情，希望奇迹能发生在他们身上。我发这个视频不想做过多煽情的解释，只是希望社会上与他这种情况相关的一些机构或个人能给到一些专业的解答或帮助，看看是否还有希望。另外，因为长期瘫痪在床，他的胸部和背部长有一种疮，又痛又痒，非常难受。我一开始以为是褥疮，但他说不是，具体的症状我也不太清楚，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他说在网上查询过，
动不动就上万的费用，他们是无法负担的。目前周阿姨家的情况，有2个儿子，另一个儿子好像是在外面当上门女婿，有自己的家庭，他也没有办法帮助家里。目前就是他们2位老人在家务农和照顾儿子，确实是前路渺茫，需要社会的指引和关注。特别要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个人不会进行任何相关的爱心转达和传递，希望大家能理解。如果你真的有心，还得自己去到实地。具体地址是贵州省思宾县白朵乡山洞村，直接导航山洞村就能到达这里，然后步行1小时左右到周阿姨家。航拍画面中的这一家人呢，就是周阿姨的家了。本期视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大家如果还有什么疑问，评论区为大家解答，谢谢。在贵州思宾县的大山深处，我们发现了一个天坑村，整个村子居住在狭长的天坑内，不通车路，公路只能开到这个悬崖口，然后要步行通过这个悬崖峭壁到达天坑底部。这里山川秀丽，景色宜人，悬崖峭壁、河流湖泊在这里应有尽有，绿树成荫，瀑布成群，还有方孔穿洞这样的地质奇观。这个地方简直是一片人们心中的世外桃源。如果说哪个大老板来这里投资，像湖北恩施陆苑平那样装一部电梯直达天坑底的话，那就完美了。大家好，现在我已经来到了天坑村的村口，前方就是悬崖峭壁，车子呢只能开到这个位置。我们从航拍的镜头来看，估计要走1个多小时才能走到天坑底啊。今天啊，又是一场不小的徒步探秘挑战哈，走吧。大家看一下这里的生态环境多好，山里面各种各样的鸟叫声，叽叽喳喳、叽叽喳喳的，有好多鸟叫声我都没听过。现在咱们等于是要从这个地方过去，一直到那个峡谷口那个底部。然后呢，从那个地方还要绕好几道弯，才能到达有人居住的地方。你们觉得我们今天要走多少时间呢？这些崖壁栈道都是他们村民自发的进行开凿的，可以看一下这边，下方都是万丈悬崖的这种感觉。当年修这条崖壁栈道的时候也是很不容易啊。这个地方的公路为什么只能修到那个天坑口呢？因为和这个天坑底部的落差太大，有近400-500米的落差，而且周围全部是那种悬崖峭壁，它是没有办法把这个公路修下来的。这个地方真的是这些动物啊，各种鸟类的天堂，它就像一片原始森林一般，基本上没有人的踏足。已经走到峡谷的底部了，我们要过这个水沟。这个地方呢是他们搭的一个石拱桥，大家可以看一下哈。走在这个荒野之中啊，真的是一路山川美景尽收眼底。可惜能跟大家呈现的只是极少的一部分啊，真的是太美了。真的是佩服我们中国的电力啊！不管你住在什么地方，是吧？使命必达。下来之后呢，这里已经到达了村民们做土地的地方了，但是要走到他们居住的地方，还得有好长一段距离。这个房屋是干啥的啊？这个房屋呢，也应该以前是一个寺院吧，我感觉哈，应该是一个寺院，但是现在和菩萨也不在这里住了。从这个空中看呢，我们可能不太有感觉，但是走到坑底之后，你发现这个地方四周都是
悬崖峭壁所阻隔。这个下方还有一条河流啊，这儿的生态环境简直是太美。然后这边是当地村民种的一些瓜，南瓜啊。然后这边这块田的话是荒废了，啥也没种。这一块田呢又种一些水稻。那么这里呢，给人的感觉是很古老的一个村庄。这个是干嘛的？哇，这里还有一个巨大的碾房。哎，这个位置周边是没有看到有人居住啊？难道以前这里有人居住吗？那为什么把碾房搞得这个位置呢？看一下，很大的一个碾房。这个已经是很久远了，已经现在荒废了，没有用了。难道是像后来这个咱们用机器打米啊，或者说碾玉米啊之类的？难道这个地方以前是公用的碾房吗？然后把碾房修在这里，村民们呢从那边自己把粮食背到这里来碾，是这个意思吗？我觉得天坑里面这些住户啊，他们的祖先当初为什么想到在这个天坑里面来住？看到这下面的这一坝田，这里的生态大家应该是知道了。这个地方真的是土地肥沃，风景又好，几边呢悬崖峭壁给封住，然后这个里面呢有山有水有崖壁有肥沃的土地，对吧？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像不像一片遗失的世界，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村的门口有一条小河盘村而过，而且在这个下游的位置是那种弯来弯去的九曲水，这个地方真的是太美了。别咬我啊！吃饭没有？哎，还没有。看来还有好多家人住在这里哦，这养了很多鸡。然后这下边是一整片的房屋，这村庄看起来就非常的古老。然后他们的这个边上都砌了这个石墙，一片的房子。这个地方咱们感觉以前也有一个宰鸡地吧，可能房屋搬掉了。走。就在外面就行了。呀，这个小狗儿好可爱哟！小狗儿，你好大年纪了70岁。70岁。贵姓呢？贵姓？姓周。门街周。在这儿都姓周吗？我个人姓周啊。都是你个人姓周。哦，你是外面嫁到这儿来的？你们家在哪里呢？重庆呢？重庆的啷个会嫁到这儿来呢？别人介绍的是吧？他是要饭呢。哦，我晓得了。那你上来都有40-50年了。他们这里姓啷个？男姓都有。哪个姓都有。人家几口人哇？我俩3口人。3口人。啊，3个人有一个病人呢。小孩是吧？啊。他啷个原因啊？得残疾了耶。现在都不啷个走出去了哈。太费劲了。那以前背东西啊，你啷个办呢？背东西啊，家啥捡都是个背一个挑啊。后手完的捡嘛，因为丢马嘛，都拿马驮啊。是吧？后面就拿马驮。那要背肥料，些是从哪里下来？啊是哦。那地方驮马也危险的，挨搞紧。马打死了几个马。马都打死过来。大。总的这个地方有好多人嘛？有。原来啊。啊。70多个人。也不少的人哈。你回重庆去过没有？有的钱对不对？你重庆哪点的哦？朝天门。你是重庆朝天门？那这不是大城市中心吗？
在朝天门前个5亩钱的床，就到我家了。你家那个村叫哪个名字吧？叫新路村。新路村。嗯。现在好吧，你回去都找不到路了。那些全部关了，全部关了，那些全部推平，全部关。我们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是个大厂房了嘛，四面八方的人都有啊，我们的啊，是随便哪个省份的人都有啊。啊。那你那个时候还饿啷个饭了？厂里面不上班不行吗？哎呀，上班那时候我们的小噻。10几岁哈。你一个人要起上来呢？啊。你一个人要起上来，要到这个山里面来的？啊。那你也是挺厉害的。厉害。你说你上来几十年没有回重庆去过？去过2回来的。大概哪个时候去过了？来了2、3年，年8。回去过。回去过又回来。然后后来就没回去过。现在你到朝天门去，你都是不认识了吧？如果不是电视上看到的话。你啷个会这几十年都没有回去过啊？不是应该回去看哈吗？没钱呢。要好多钱嘛？咦，也是有点钱的嘞，回去趟，应该都回去啊。你不可能回去，我不想请你回去啊。你在重庆有兄弟姐妹啊些噻？有啊。他们来看过你们的？来过啊。都来过哈。哦。这个崖壁角这里呢，是一户人家，2栋房子，然后只有一个阿姨在这里住。曾经这个天坑下面也是热闹非凡呀，他们总的有60、70个人，现在只有几位老人在这里留着。房屋周边呢，这些都是看着特别荒废的这种感觉。然后这个是一个猪圈，这个猪圈呢也是露天的了，可能也没有喂猪了吧。我现在要继续往这个河流的上游走，他们告诉我上面有几个瀑布非常漂亮，说是要走30、40分钟，我得走过去看一下。这个地方是不是非常的美，朋友们？但是我真的没有精力走到瀑布那里去了，我只能用无人机去给你们看一看那个美丽的场景。可惜啊，我跟你们一样，只能眼睛到达，身体到达不了了。这个村庄啊，真的是隐藏在大山之中的秘境之地。原来他们这儿住有10几户人家，70多口人。现在呢，大概只有10个老年人在这里居住，6、7户人啊，差不多一半呢都已经搬出了这个大山。但是这个地方真的是我觉得特别像世外桃源的地方。这个地方能够看到高山崖壁、河流、湖泊。从村庄步行过去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够看到上游的2个瀑布，也就是我们镜头中的这2个瀑布。然后再往下游走，通过这些弯弯曲曲的九曲水啊，就到下游有一个落差也是有几十米的瀑布。但是要来到这个地方真的不容易啊，朋友们。下崖壁来到天坑底都需要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再返回去的话得1个多小时啊，所以说也是一个体力活了。他们这个地方呢，居住的都是汉族，他不是一个家族搬到这里来的，而是东一家西一户的，都觉得这个天坑里面好，所以搬到这里面来的。有的可能是200年前搬来的，有的可能是100年前搬来的，反正就是陆陆续续的搬进来的。这里面总共也有4、5姓人家。
唯一的缺憾就是不通公路啊，要步行啊，来回得2、3个小时，确实有点费劲啊。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在这座大山的山脚下，我们发现有5栋房子在这里，公路已经通到了家门口，但是看去好像已经没有人居住了啊。我们今天进去实地看一看，到底还有没有人居住在这里。大家可以看一下进来这条公路啊，两边的这个杂草都已经盖住了，所以基本上是没什么人在这里了。那么咱们来看一下这里面的这几栋房子啊，看边上的这个母猪藤，我们这叫，都覆盖的到处都是，包括这个房屋的院坝，是吧？也都是杂草丛生。我呢把车停在这一栋房子的院坝，然后再上去呢，给大家看一看那几栋房屋啊。这一栋房子呢，基本上没啥用了，它整个上面的所有瓦片呢都已经坏掉了。这个房子看起来好像还挺新的，但是没有人来打理哈。然后这些门呢都是打开的，里面也没有任何的东西。但是虽然说上边已经整个瓦片都烂掉了，但是这个下边的这个木料这些看起来还挺好啊。哇，这个这么好的环境废在这里挺可惜的啊。咱们再带大家到上边这几栋房屋去看一下。这整个房屋大家看一下啊，非常的美观。那么几栋房子呢，就是建在这个山脚的下边。看一下啊，这里一共有5栋房子，不知道有没有人还在这个家里居住啊？那么你看这个房屋之间的这些间隙啊，也都是杂草丛生。这里呢，看到有一些南瓜藤。那么这栋房子看起来还挺好，咱走过来看一下啊。这是他们家的院坝。那么这边呢也种有一些南瓜。这个房屋呢，咱们可以看得出来也是没有人居住啊。那么它是3间的一个房屋，1层半啊，1层半2层半吧。这个房屋算是2层半。然后这个是房屋是关着的。那么这个房子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是经过改造过的，包括这个房屋这个外墙的这个油漆是吧，应该是统一进行改造过的。这地方还放了个南瓜，也不知道谁采来放在这里的，头儿都快淹掉了。这栋呢是这第2栋房屋啊。咱们再看一下上边的，这里环境确实非常不错啊，住在这个山脚下，应该是水源也是不缺的。先看一下这一栋。这些房子呢，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跟大家说，没有人住了啊，没有人住了。你看这个院坝就看得出来，有人居住的房屋呢，这个院坝不可能长这么多的杂草，对吧？2楼的话也基本上都是空的。那么这一栋房子呢，就是比较靠山的一栋了，但非常不错呀，这个房屋挺可惜的。这个房子呢有经过改造啊，它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上边的瓦是经过改造过的。那么你像外边这2栋呢，它是这个青瓦，就没有管它。这栋好像处理过，外边那栋呢是直接没管它哈，上面整个全部都坏掉了。那么这一栋房屋的它的上边这个瓦呢，应该就是今年，看模样很像今年来改造过的，特别新，是吧？上面的瓦特别新。那么证明这个主人家呢，他是想把这个房屋给保住，所以呢把上边的瓦呢重新盖过了一遍，但是呢人还是依然不住在这里啊。这里地址大家可以看一下，铁厂镇，遵义市播州区铁厂镇的洞上村的天井组，是吧？这个就非常详细了。
他们这几栋房子的这个公路修进来看着也挺好看的，两条公路从这里绕一个弯，整个看起来非常的舒服。上边那儿还有一栋房屋没去，因为它是单独的一条路啊。我们弯过来上去看一下，看看上面有没有人住啊。这个房子的瓦片没有改，这两栋的房子瓦片改了，还有上边这一栋房子的瓦片也是改过的。这里应该有人在家哈。吃饭没老娘？吃完了。吃完了。坐。走。哎呀。耶，你们这一大家人呢？来坐来坐。坐。坐吧，就坐。你们是不是？没有，我来耍的。你耍的哦。啊。来坐来坐。坐。吴家人等现在只有你在屋头了。都是我干在这里。你好大年纪了？87了。今年年纪我算好多岁了。你不跟他们录过去啊？我不去。你不去哈？反正现在这里是吴家就你一个人。他们全部都搬来正义门搬哪去了嘛？打工去了。打工。哦。啥子啥？啥子大手家的侄儿房子。哦。这个是你刚刚这个是你家侄儿媳妇儿哈？哎。哦。我在他家没生过娃，我13岁那个，赶着17来的就是我干的。你13岁就到这点了？哦。还不10年了嗦？你谈那个？是啊。精神好就行。这一天2斤米。一天称2斤米。那你不菜要洗啊？国家拿给你哈。菜呀，菜呢，哪里有就在哪里了。哪个拿工啊？像你有了就到进托工了。白菜要小，就错就是2你贵姓呢？我是杨家姑娘。你姓杨哈？哎，杨家姑娘在罗家当媳妇。那你们那你家儿离这有好远呢？你从外面的嘛？走路走好久啊？走路啊？啊。3个钟头。要走3个钟头。哎，这里1个钟头走到河西了嘛？我坐车子要不头的。哦。我说坐车子走。那你们杨家那边呢还有些哪个人呢？阿姐呢？啊。阿姐们都是原来就跟到来的，原来都是算娘。算娘死去了，这都还有个侄儿媳妇儿。那边有个侄儿媳妇儿哈。他们经常来看你吧？不轻易来。不方便。不轻易来啥子？还有个幺妹，或者是说妈出去那儿生的。他人家自己徒弟的。自己煮的还是好吃点的。那肯定啦，自己做的比煮的都好吃的。我看你挺开心的一天。我一天是，只要国家来给我菜，我没哪儿动。我一天就再称2斤米。称2斤米，他们，你让他称2斤米，人家煮的样都累嘛。那水在长了一点胖子，下次长3分你就拿起。吃起又香。这属于出来包秋腿。你们吃起来多少是不是？你饭干很咯。我要吃那个太多的扒出来多。你还喜欢吃干点的？我吃干点。样的就累，水要长了也在放着，下次长3分就累起来。累起来然后蒸。像你们这个菜，蒸来是咋蒸来？香，直接香的了。吃的是福气。他们不说你捞都捞了，这还称2斤米，还有些开玩笑，他都上来看着。我要称多才安逸啊。他说话个都吃不下去，他吃干很的。是。你一个人的话，你还拿来用这个来蒸是吧？蒸来好吃。蒸来比电饭锅好吃点哈。电饭锅比电饭锅好吃点。我这个。你一个人还拿来蒸饭？2斤米蒸起来。你蒸一次吃1天了。早上起来蒸饭。然后这哈儿了，等于是晚饭都吃的。你吃不吃了噻？路上有几都开吃了干。晚上还吃不？晚上又吃饭。
还有饮料啊，想给拿回来饮料茶。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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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刚才来拆那个。嗯。我说煮面给噻。不煮不煮。我也是煮的面吃的。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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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啷个好热嘛？不要啷个开气，啷个不好的？啷个好热嘛？我今天这空气收来。我要你拿的呀！我说像那个像我人，你走在点，你打背就行了。你不。那个我很想去的喽。你要走你就走，啊狗咬你，它要咬你鬼说这是。你要得走啊，它就跳下去了吧？是。你耳朵还好得很呢。我耳朵好噻。啊，我说话你都听得懂完了。我说我的耳朵是好的。哪个卷我还是钱的。你的老伴儿死了好几年了。好几年了哈。去了也要快头3年了。那你也跟人在这住差不多也是有头10年了。头10年了。头10年了个。一个人在这里。没得关系的噻。我老喜欢哪一次都哪一次。没那个感觉我。还自由。国家他把米给拿去的。也谈到有些人哈，他人家款，把那给你往家饿死，像原来那都饿死哈。饿不死。美国有点钱了嘛。对。我就买一去把车子拖起回家来了。这个山脚下呢，现在总的是5栋房屋啊，但是下边这4栋呢都是没有人居住的，只有上边那个房子呢有一个87岁的老人居住在那里，而且呢就是他自己啊已经在这个山脚下独居了10年时间了。不过呀，他这个地方因为离下边的村子不远嘛，所以他也经常散步到下面村子去玩，所以说呢也不算孤单哦。这个老人呢，看起来这个精气神非常的好，他一天可以吃2斤米，你敢相信吗？每天都要吃2斤米，可见他的身体状况整个是非常好的，而且耳朵也非常好。如果说你们喜欢在这样的地方居住呢，其实还可以给老人做个伴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视频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再见，拜拜。